我们曾经在前一期讲胆固醇的视频里面有送给过大家一个公式，如果你的甘油三酯低于 0.8， 你的血脂呢就相对是很漂亮的了。如果你的甘油三酯超过了 0.8， 那么你就去把它除上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除完了以后你的比值如果低于 0.8， 说明你是低风险的。各位听清楚哈，说明你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血脂这个项目里面的低风险。什么意思？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是多种因素在做评估的，血脂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血糖，还有血压，抽不抽烟，喝不喝酒，运不运动，肥不肥胖，遗传等等的众多因素来评估一个人完整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血脂是其中之一。这一个说明非常的重要，各位千万不要误认为这个比值除完了以后你就高枕无忧了，是这一个风险评估你的结果是不错的，其他的风险评估通通需要去关注的。真正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最大风险来自于代谢背景跟代谢不健康。代谢环境健不健康跟我们高糖饮食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血糖一直在波动，你的胰岛素一直在高位，你的代谢健康不会好。如果你要问我说，那我的代谢健康不好，为什么我的甘油三酯很低？那不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解释的。每一个人的遗传状态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代谢特征不一样，最后的结果不会一样。那我再强调一次，评估你的血脂健不健康仅仅是心血管疾病所有风险因素之一，所以这不是唯一，是之一。代谢环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的代谢环境健康了以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不会变坏，你的血管的环境也不会变坏，所以即使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钻到你的内皮细胞底下去了，它也不会氧化，它也不会形成斑块。这是我今天需要跟大家补充的第一件事。我需要跟大家补充的第二件事，这个事情呢很重要。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小部分的人群啊，经常遇到有朋友来问我，老师我怎么长胖，我如何增肥，我如何增体重。我自己身边我的好朋友自己的家人也有这样的特征。过去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释这种特征究竟是什么，他们的共通点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血象，他们的数据大概是什么。我比较幸运的可以看到非常多人的数据，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如果你是我所谓的 A 型代谢特征的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他身体的胰岛素就很低，他的胰腺制造胰岛素的能力本身就很低，因为胰岛素低所以他长不胖，因为胰岛素低所以他也长不出肌肉来，因为胰岛素低所以他个子小小的，骨架子小小的，因为他胰岛素低所以他骨密度也低，因为他胰岛素低，很大面积的你会看到他们营养不好，因为他身体吸收营养都有困难。但是这个人群啊，他的甘油三酯普遍非常低，为什么？因为他的胰岛素低，所以他的身体呢是长时间处在燃烧脂肪的状态下面的。这样的人群他的甘油三酯很难升得上去啊，他的胰岛素越低的人，身体燃烧脂肪的效率就越好，身体形成脂肪的合成脂肪的能力就越低啊，这是为什么他们长不胖啊。所以他合成脂肪的能力有困难，那么他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装载的甘油三酯当然少，那不是一个好事啊，那是因为它合成不出来啊。所以如果你是属于 A 型代谢特征的人，当你看到你的血脂数据很漂亮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在你们的身上看代谢健康跟在一般人身上看代谢健康标准很不一样。 A 型代谢特征的人吃高糖饮食，在你的代谢健康迅速变得不好的状态下，在你的数据里面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看出来，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所以即使你的甘油三酯只有 0.5， 即使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能去到了2点几，貌似非常漂亮，如果你是 A 型代谢特征的人，你看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你最理想的是带上一个动态血糖仪。动态血糖仪带上了以后，你不要管你的血糖数字高还是低，你看看24个小时的图形是不是我说的那个上升下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如果是的话赶快改赶快改。 A 型代谢特征是比较小众的群体了， C 型的代谢特征就像我一样的 C 型代谢特征的人，我们天生的胰岛素就高，我们身体制造胰岛素的能力非常强大，所以我们这一型的人就块头大，骨架子也大。那么 C 型的人因为胰岛素高，他的血糖呢在年纪轻的时候呢不容易看出来血糖高，因为他胰岛素高。假定说你现在年纪轻轻的
即使是微胖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胖，可是你的血糖比别人都低，别人的空腹血糖 5.0、5.2、5.3、5.5， 你的血糖 4.5、4.8， 小心了，赶快去验验你的胰岛素，因为你的胰岛素特别的多，所以你的血糖才会低。在吃高糖饮食的状态下，这个逻辑啊是这样解释的。那么 C 型的人呢，我们身体因为胰岛素高，所以我们身体制造脂肪的能力就非常强大，合成脂肪的能力就很强大，所以我们在吃高糖饮食的时候，我们的甘油三酯就会越来越高。我自己的甘油三酯比较高的时候到了3点几，我告诉你们啊，3点几是很高了，所以 C 型的人要特别的小心了。你身体合成脂肪的能力太强大，但是你肝脏还是不要的，所以你的肝脏会把它塞到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里面去的，所以你验血的时候 0.8 以下的甘油三酯对你就非常适用了。所以 C 型的人，如果你的甘油三酯在 0.8 以下，说明你非常棒，做得非常好。C 型的人甘油三酯在 0.8 以下，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肯定 1.3、1.5 以上了。这两个比值啊，它在同样的代谢环境下面，它两个方向是相反的。B 型的人呢是天之骄子了，你们的胰岛素呢灵活度很高，灵活度很高，意思就是你的胰岛素要升，它可以升到比较高的地方，要降，它也可以降到比较低的地方，这个叫做灵活度啊。如果你在高糖饮食的状态下，你的胰岛素是有能力升到很高的地方的，所以 B 型的人也会胖，但是他不像 C 型的人胖得这么极端，不像 C 型的人胖得那么快。但是 B 型的人，你的胰岛素可以升得上去。高糖饮食的环境下，你的肝脏里面是有很多的葡萄糖需要被转变成脂肪的，所以你肝脏里面的脂肪会变多。你去验血的时候，你的甘油三酯会上升，只是速度没有 C 型的人这么快。所以刚刚我们前面说的比值，如果你的甘油三酯在 0.8 以下，这一项风险指标是不错的。如果甘油三酯超过了 0.8， 就除上你的高密度脂蛋白比值低于 0.8，这一项指标也是不错的，它是属于低风险状态的。各位听清楚了，这一项指标是属于低风险状态的，不是整个心血管风险因素都在低风险状态，你需要评估其他的风险因素的，这是重要中的重要，不要忽视了。